Hello，今天想分享的是这一个电扶梯的效果，大概会分成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做出它的这个电扶梯的框线，这个 motion path。那第二个步骤是要让它会动。那第三个步骤只是把这个踏阶放到这个 motion path 上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它要怎么做。一开始我给它一条线，那这条线它的长短就是电扶梯的长短，所以一般来说电扶梯的长度应该至少会有个4到5公尺。那我这边的长度，我把它设在一个 node 上面，这边的数值就 expression 连接到这边的数值，所以这边的长度目前是2.78，我也可以把它改成3，比较合理一点。也许4好了。第二个步骤是要把这个 path 的点的这个点0跟点1的改变它的位置，可以自由调整它的高度。因为一般来说，在做工程的时候，它会计算的是长度跟高度，而不是角度。所以如果直接用角度的话，在取得楼地板高度的时候都非常的麻烦，所以用高度去取得的话会比较容易。也就是说，它会变成这样子会比较简单。那这边的做法没有很难。第一个我 get attribute，那取得它的 attribute 是 p，然后把 vector 转成 float，那 x 跟 z 都不会动，是动 y 嘛，所以 y 这边加上一个 add，那这个 add 这边的 parameter 我把它叫做我什么名字都没有命名，OK，那就是这样就好了。然后再把它输入回去，所以只有 y 的数值会变动。那在那边调是没有用的，因为外面已经做了 expression 了。那最后再 set attribute 腾它的 value，get attribute 这边 point 或 primitive 要设成1，我们只抓1号点，不抓0号点，所以要抓1。这边要先 create 它的 normal，因为踏阶一定都是朝上嘛，所以一开始就是 create 它的 normal，朝上就是 y 是1，其他是0，这是第一部分。第二步骤是这里，一开始是一个圆，那取得它的 normal 放射状，所以 at n 等于 at p，convert line 把它转换成独立的 primitive 线段，然后 blaster 只要是 at p 小于0.05就删除，如果 x 轴的话，负0.05的部分全部都会删掉，等于留下了一个半圆。那这个时候做 match size， 那 match size 是 match 这个 curve 的高点，就是它的最小值，它的 x 最小值等于这条 x 的最大值，它的 y 的最大值也等于这个 curve 的 y 的最大值，它就会跑到这边来。那这边我设了一个 offset 决定了它的这个 curve 的这个半圆形距离这条斜线的距离，把它作为可调整的长度。那接下来是要把中间这条接起来，这边又是一条 line， 然后 create 它的 normal， 缩放一下。那这个缩放的大小就是这个 match size up 的 offset x， 就是它。那它的 offset 1，也就是它 z 1，就是上面线段的长度。这边也做 match size， 它的 x 最大值等于这一个半圆形的最小值。那 y 的中心点等于这个 y 的最大值，所以就会跑到这个位置来，这个刚刚好接上了。另外一部分就是从这边 match size 之后，这一条线这段就是下面的，那这边的长度就等于这个 control offset 的 object offset to， 也就是我把它设定为 offset down 的长度，一样是做 match size， 它就会跑到这个圆弧的下面，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上面下面就都有了。那把它们 merge 起来，这边转了180度以后，它就会跑到一个很远的距离去，所以这边再用 match size 让它回到这个位置上来。那这个 match size 这边就是这一个 curve 的 x 的最大值会等于这个斜线的最小值，
这边有做这个 offset 的，这边这个 offset 它的取的值是 match size up 的 offset x， 就是它的 offset x， 所以就是 offset 其实就是它的 offset 一，它自己的 offset 一，还是这样的，长的减短的，上面减下面就会得到这一段。match size 做完以后，再把它们 merge 起来，然后 fuse 把中间重叠的点连起来，再做 convert line 连成一个单独的 primitive， 然后排序这边用 by vertex order， 这样它就会依序排下去。第一个点在这里，最后一个点在这里，然后用 group by range 选择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反过来选，那把它们两个接起来。这边用 group 一，就是刚刚 group by range 这个 group 一，这样它就会两个点都接起来。那再做一次 convert line， 这样它就会接起来的。那这个 end 其实在这边应该其实不用做，因为它这个时候是不是 close 的 curve 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 resample， 那这个 resample 这个距离，也就是这一个，我在这边设了这个 step length 0.327，就是32.7公分，所以稍微小一点点，32公分，或者创造一个 attribute 叫 up vector。那这个 up vector 多半来说了，大部分的情况下，它只要跟 normal 90度垂直，基本上大多数的情况都会适用。所以 normal 已经是朝着这个 xy 平面，所以 z 是没有被用到的。那我就把 up vector 创造在 z 上面，那这个时候输出。那这个步骤其实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normal 的部分，因为电扶梯在这个阶段，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它应该都是平的。那如果不这样子事先创造 normal 的话，后面会比较麻烦，所以在前期就把它处理好，问题会比较少。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自由调整这些大小了。不同 size 的电扶梯的基本型。OK， 这是第一步骤。那第二步骤要让它会动，那这边要用到 Prime UV。我先把这个curve import 过来，就是刚刚的 No to 它。那这个没有很重要，这个只是换一个东西来看看效果而已。第一段左边这部分是把线杀掉，只留下点，所以 primitive 没有，剩下 point。那右边这部分，我把它分割成很细很细的点，为了求它的 curve u， 因为 curve u 如果点越多，它的数值会越细致，点少的话，它可能会跳跃的太大，那到时候 animation 可能会有一些抖动的问题，所以在这边距离其实0.1也许是还可以的。那这边的 curve u 把它创造出来，接下来就是要用 prime uv。prime uv 这边它需要第一个需要 file 就是它的 input， 那 input 是这个有 curve u 的这个 resample， 第二个 input 给它，那取得它的 p， 然后接下来就是像 prime uv 它会用我们已经定义好的 u 跟 v 的资料来取得它的位置，所以它这边会从 float 变成 vector。那 curve 的特性就是它没有 v， 它只有 u， 所以我们刚刚做的 curve u 把它拉进来之后，然后做一个 add 用加的方式，这边就是给它加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其实就是应该算是位移的数值啊。现在看 curve u 这边是0，然后它会这样子一路过去到这里趋近1，那其实它到1就结束了，所以这边为了让它可以继续移动，所以这边可以增加它的数值，在这里增加这个移动的位置的数值，在这里 speed， 那我 speed 用 time 乘以 0.05， 所以很缓慢的来增加它的数值。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数值的跳动的话，太快了，它就会这样子的进行下去。在这里，因为它会用加的方式，就是它最后一定会超过1。譬如说这个0.98加这一个数值，如果它已经是1的话，它就超过1了。所以这边用磨除的方式，让它超过1的时候就归0。这边完成的
的计算就把它输入到 U 里面，然后再把这些数值输入到 point position。那基本上这边就可以做 animation 的动作了，就是 curve animation。那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就是从这里调整就可以了。把它设0.01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你看，如果它在移动的时候，这个 normal 它就会一直朝着左下，它不管走到哪里都朝左下，那这肯定就是错的。像这边，它应该是要放射状出去，但它这边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这边在 attribute transform 把 normal 转移过来，这样它就会不管这个点怎么移动，它的 normal 都会是正确的。OK，那这就是第二步骤。这大致上做到这里来说，应该就算是几乎是结束了。那其实坦克车的履带也可以这样做，坦克车履带其实比较简单，它不用做这个比较多的 normal 的处理部分。那第三步骤就是做出这个踏阶。那踏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Houdini 里面它是 z 朝着 normal，所以我这里就是让它朝着 z。那最末端设在0的部分，最后就 copy to point，这样就完成了。有点太慢了，快一点。好多了。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蝙蝠体的一个制作的概念。希望大家喜欢。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或什么意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拜拜。